鹿晗。最近啊，一直在拍戏。之前呢，非常有幸跟博哥一起演了一部电影。电影呢叫《浪浪人生》。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我就去在我演出的过程之中宣传。我说朋友们，你们看没看过《浪浪人生》啊？观众说看过了，特别好，说我在那个《浪浪山小妖怪》里边演的特别好。随着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的确会有一些让我感觉到生活的不便利或者尴尬。前两天我去游泳馆游泳，水猴子，谁说水猴子了？我能找出来吗？我到那儿之后呢，刚想要换衣服，我在更衣室，我刚要脱裤子，有一个男观众就在旁边，他认识我，他就，他就开始表演，但他不跟我说话。现在的观众都是这样，他就发现我之后，他就看着我就。当时我就在想，我跟不跟他说话。我以前吃过亏，就有一次我走过去看着他说：“哎，您是不是想跟我合张影？”他看着我，哦，你谁呀？所以说我也不能跟他说话，我就说那你先脱衣服吧。我就慢慢往下脱裤子，我脱到一半，他突从后面过去了，我赶紧穿上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看着我，我说那脱不脱呢？我得游泳啊。我就太难受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能搭话了，因为如果他不认识我，在他的视角里，就是他到更衣室看到一个男孩走来看着他，合影吗？就很怪，所以说我就只能继续脱了。就是换上了泳衣，然后他还在那看我。我想我不能一直让他跟我在这种状态里了，我必须得打破这个尴尬。我说兄弟，哎，你是不是想合张影？没事，拍一张。他说，哎呦，不用了，我都拍过了。我说删了，我一脱裤子你啪拍一张，删了。他说：“哎呀，我自己留着看。”我说：“你现在看不就得了吗？”当时我就跟他僵持的时候，有两个老大爷，一个老大爷跟另外一个老大爷说：“老张，来名人了。”谁呀？旁边那大爷，是不是奥巴马呀？当时。喜欢我的男孩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爱我，就像那些兄弟，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边带着那种炙热。过去跟那个老大爷推销我，他说：“大爷，哎，给您2个关键词。”这是谁？北京，哎，顶流。那大爷啊，鹿晗。大爷把手机咔就举起来了。我说你别拍了，大爷别拍了。大爷说没有，我发的抖音。我说你别这样。大爷说小伙子，你要想啊，拍你肯定是因为喜欢你，那为啥拍你呢？对吧？哇哦！当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校园里，碰到了那些就是非常暴力的高年级同学。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边校园暴力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霸凌，没有。就是高年级没事就是葫芦你，就是玩儿。
我在学校里走路，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在那儿走路。一个高年级上来给我一个大逼斗，我说有何贵干？他说还好意思问，打的就是你刘旭。我说刘旭，我特别痛苦，我就找班长，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班长说也给我了。我说这也不值得骄傲啊。高年级跟我说，每天让我给他5块钱，要不然就扇我大逼斗。班长说啊，他们跟我说的是每天拿5块钱领一个逼斗。我说班长真是苦了你了，我们都上学你还打卡。我说咱们怎么办呀？咱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啊。班长说不用害怕，我妈是法官，我爸是警察，我以后要成为律师。我说兄弟，用不了那么大，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告老师吧。我们俩就去告老师，告我的班主任。我跟班主任说，我说班主任，老师，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特别疼。人老师说，我会帮你联系他们的班主任，但是我也想问你一句，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只有你挨打？我说还有班长，班长不仅挨逼斗，他还买逼斗，他是逼斗斯。我们俩真的很无辜啊。他说那为什么只有你们2个挨打？这是受害者有责论里边最出名的一句话。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为什么只有你？当时我比较小，我真的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的表情有问题。因为小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紧张，一紧张我的眉毛就会皱，就会挑。小时候在学校里边看到高年级，我就这样。给这边的观众也看一下，就这样。啊，这边看一下。就这样。那个时候，哎呀，行了吧？我背着书包，我就每天。高年级会过来问我说：“哎，你是不是不服啊？”我说：“没有，大哥，我真没不服。”他说：“你没不服，给我乐一个。”嘿，我就开始找自己的问题，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直到高考之前，学校请了一个高考鼓励官，就那种给你们打鸡血，让你们考好成绩的那种。他给了我答案。那时候高考之前，他问我说：“孩子，我说啊，你是谁？”我说：“我是付航。”他说：“你是废物，垃圾。”你是废物，垃圾，垃圾，废物，废物，垃圾。我说哇哦。我说那赶紧处理我吧，森 C。他说孩子，你记住了，只要你上了大专，别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你就只能说因为你从小就是个废物，记住了吗？不要上大专。我说我记住了，我从小是废物。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废物，直到我到大专找到了一份路由器投诉电话接线员的工作。跟大家概括一下，就是纯挨骂。我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 ，HR 问我说：“孩子，干这个工作，每天要接100-200通不同的人骂你的电话，你能接受吗？”我说：“老师，我有9年工作经验。”那个老师把大耳机给我戴上，说：“孩子，你是个天才，上岗。”Yes sir。我就接了我第一个投诉电话。当时我戴着大耳机，手都在哆嗦，我不敢点，我怕别人骂我。当时我一点，那个大姐上来就说：“你的产品是垃圾，你的能力是废物，你是垃圾废物，垃圾废物。”我当时戴着大耳机，我说：“老师是您吗？您买路由器了？我上您家给您修去。”我说：“什么老师？”我说：“是你的产品是垃圾，能力是废物，你为什么这么垃圾？为什么这么废物？”哇！话术里没有教过我怎么回答，但是我突然想起那个高考鼓励官教我的，他跟我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废物，我当时脱口而出在那个电话里说：“我说对不起姐，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废物。”那个大姐愣了3秒没说话，她说：“哎呀，孩子都不容易。”咔挂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能干这个，我是天才，
9年的隐忍，只为挥这一刀。从那天开始，所有的疑难杂症都转给我，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坐席武林里边，我独步天下，没有对手。直到1年半的时候，遇到我坐席生涯最大的敌人。当我用出老师教我那招，我说因为我从小是个废物。那个大哥在电话那头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想过。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死？我说啊，还有高手。老师只教了我一招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呀？后来突然一想，不对，曾经有高人点拨过我，当时我的悟性太低，没悟出来。做最强的盾，永远有更强的矛可以破你，但只要你做更强的矛，你就百战百胜。我一想，有招了，大哥，为什么只有你的路由器不好使？Why? Tell me why? 我就是希望大家所有人都不要再听到这句说爱之后有责论的话，谢谢。谢谢付航，喜欢付航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一次谢谢付航。今天这个挺不一样啊。哎，我都忘了在比赛了，我就是讲了开心一点，对，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付航这样的表演，这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改变。大林也会有同感吗？我觉得这个比去年的回来当魔王的时候那个要好哦。我觉得今年这个它正经是一节目。哎呦喂，谢谢您，你知道吗？就跟您第1季的那个发挥是一样，是齐平的。不，每一次都是认真比赛。去年是这个，对，去年是这个，去年是这个。这我不还是喜欢这个。其实这个后面还能演10分钟，这个。这个算是史相吗？这个算吧。这个不算，还有什么算是史相？这个真好，就是有高有低，啊，有宽有窄，啊，有史相，确实好。因为我们前面那个合作了一个电影，来了以后，后来我一看，就是他平时是另外一个性格，跟在台上完全不一样，啊，平时就是感觉还挺谦虚的，挺有礼貌的，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是对，啊，但是后来就是。每次演完了都特别认真，所以说我就说能总结得出来，就是说他写这些东西，他回头一定下了不少功夫。这些东西把它总结出来，再把它举重若轻的把它弄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跟才华有关系，跟努力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见到过他的努力。他的努力的时候，就是他有点忘旁边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自己拍完了以后，刚一演确实也就那么回事哈。但演完了以后，他特别想看回放，后来才知道他其实眼神不是太好。我们一般演员都在后边看看，放又一看，趴过来了，虽然都在后边，但是一看那投入是真投入啊！是我第一次见博哥，的确太紧张了，因为就是从小这种就是太棒的这种演员，见到就不敢说话。博哥也是第一时间跟我们就是打破这种尴尬，就是博哥在片场会拿着就是芒果干儿，就是问啊吃个芒果干儿。不是，但不是这个口音啊，不是。这个是史相，这个是史相。当时我就感觉这博哥真好，我一看快到期了，你知道吗？就挺感动了。底色很悲凉哈。对，就是就是当你是一个老是被否定，或者是你已经习惯被否定，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自己这么认为的时候，你多么需要那股反抗的力量。就当你说出你为什么只有你家路由器坏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好像我小时候可能也需要有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我自己是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的，然后你说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被鼓舞到。是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没有办法说。我就希望，如果是小的时候的我，看到我在这儿演这段内容的话，他会觉得他还是就这种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因为我刚刚在化妆间第一次见到付航，他是一个喜剧人格跟生活中差别非常大的一个人。我的感觉就是他一上台之前那个瞬间喜剧之人就降临了，然后附体之后
进入到一个特别自由的境界。我也是被感动，所以我刚才拍的那个不在点儿上，因为就是完全被他给又被催眠的感觉，非常好。而且跟0.7有莫名的神似的地方，就是你们都在有一种在你们自己的梦境当中很美好的感觉。的确30多岁了还讲小时候的事儿有点奇怪，但我还是想讲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奥巴马，就好好笑。这你怎么想到的？我就他真的有点像。我发现马思纯都是比较喜欢怪一点的。怪吗？对，这就对了。哦，这就对了。《浪浪人生》里边好耍双截棍的那段，我天，当天给我帅到了，我太帅了那段。虽然练的时候磕了满头蘑菇，但是到时候剪出来还真的好。非常好，咱们的观众非常热情，就是我要凭空掏棍儿。他凭什么身上有一个双截棍呢？是，反正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到这儿，完了之后也想跟大家宣传一下，我参演了几个剧，就是电视剧第一个是《漂洋过海来送你》，第二个是《生而有意》，第三个是《于洪》，然后第四个就是我正在拍的《吴邪私家笔记之秦岭神术》。对，我在里边演老痒，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完了之后，现在的确就是需要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好嘞，支持。那按照比赛的规则，会不会有朋友向付航发起挑战他身上这块金牌呢？他这个不难的，你上吧。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向付航发起了挑战。有看头了。请付航先来到休息区。好嘞。哎呀，准备吧。付航呗，对，我肯定会跟他比啊。我们俩兄弟还过这个，因为朋友嘛。然后我跟他也熟，第二呢，输他也不寒碜，也不丢人，就即便输他也无所谓，我无妨碍了。来扔人家干，两手一处干。哥，好好演，努力。必须得帅，对吧？我就是爱耍帅，我爱干一些看起来愚蠢但是挺帅的事情。势在必得，多爷，没问题，金博，加油！多！没想到他会来比赛，他线下确实是很炸。他的段子的民间流传度太高了，基本上所有人，如果你能背下来一套你认为特别爆笑的段子，10个人里会有6个人背多爷的段子。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但其实喜剧江湖上一直有这位朋友的传说，好多朋友直接称呼他为多爷。他来自北京，掌声有请多子轩。哎，谢谢各位。哎，你这泼猴，为师来了。这个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也是熟悉一下啊。我姓多，这个不是汉族人，是满族人。清朝那会儿呢，家里也是这个辉煌过的。清朝那会儿，我爸跟我说，北京都是我们家的，见笑啊。可能我爸也是穷疯了，也是。我还跟我爸说呢，我说爸别瞎说呀，北京咱家的。我爸就看着我，他说你不懂啊，咱们祖上特别厉害，是满清正蓝旗大王爷哆啦 A 梦。后来我一想，挺有道理，各位，正蓝旗颜色是对的，各位，挺符合这个逻辑的。我父亲特别好玩，特别生活一人，特别喜欢喝酒啊。他能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他能把凉菜喝馊了，就一直喝呀。喝完以后干点愚蠢的事情。那天喝大了，给我打一个电话，喂，儿子，嘛呢？我说爸，你吓死我了，跟家里看电视呢。看的什么电视？我说感动中国。谁呀？动中国谁？今天喝，跟他那帮兄弟喝，但是我爸那帮哥们跟他一样，特神啊！喝多了以后特别喜欢教育我，给我上课。就每次来我们家喝多了，看着我，来，孩子过来站这儿来，立正。我跟你爸爸好兄弟，我说的话你往心里去啊。一个男人无论到什么样子，不要被这个社会打磨的棱角。别看我现在脑梗了，我但凡年轻20岁，一定去趟海外完成我的霸业。就听完我都崩溃了。
我说叔，您这身体，您这体格都纠结了呢。我这走道都费劲。我说你干嘛去？到了海外，咱先办一个低保，我先办一个病退，摧毁他们的经济。我把那水管子拧开了，滴的水，水表不走字儿。大磁铁石我当我门电表上，窃取他们的资源。光干这不行啊，咱必须得做一个正经的生意，瓦解海外的经济。我说叔，什么生意？套圈儿，打气球啊。那我打小我爸培养我当运动员，也是这个有点家国情怀。练这个我的运动很小众啊，叫这个中国式摔跤，你们听过吗？各位，对抗运动，北京啊、天津啊、河北保定。我很小的时候7岁，天津学这个。去还跟我爸哭呢，我说爸不去学这干什么？多苦啊！我爸看着我，好好练啊，将来你站在了奥运会的舞台上，配着国旗唱国歌，为国增光。练到17，我才发现奥运会都没这项目，奥运会。后来也是这个不干这个，因为那高危行业。后来干这个发现呢，还不是那个行业。其实那个行业还好，无外乎于外伤，这行业是内伤，所以心态得好点。我就发现我门口那帮大爷大妈，他们心态特别好。你能想象一个70多岁老头晨练蛇拳，这是龙拳有犄角，蛇拳先舔他，犄角一顶人就飞了。我说大爷，我说秃子，我不是傻子，我这拳法能干嘛？毫无实战性啊！真查架呀，跟人发生口角了是吧？今儿打死你，哎呦来劲儿，嚯，顶死你！这还好，我能理解，就特别理解不了大妈那玩意儿练的特吓人，用手拍自己还一边喊，你们见过吗？啊，不陌生吧？我门口一大妈，今年快70了，凌晨4、5点，胡同里一站就跟鬼似的啊！天天往那一站，嗨嗨嗨！啊！3姐那么后背，3姐当我后背，来这个，吓一跳吧，特别吓人。我就问大妈，你告诉我3姐是谁？你告诉我，我现在我掏她去，我现在。后来大妈跟我说呢，3姐就是压力，用声音呢就喊什么都行，打衣柜你喊什么都成，用声音呢缓解自己的负面能量、负面情绪。我试过一回，真管用。有一回我一哥们儿找我演出，挺偏一地儿，我去啊，马路上我溜达，挺开心的。对面一哥们儿电动车送东西，走逆行。你说第一，你走逆行是吧，挺不安全的；第二，您撞着我，你跟我客气客气，我也不讹你，咱也不是那人。就这哥们儿特没有礼貌，张嘴就骂我：“嘿，大秃子！”我压死你！你跟卤蛋似的瞎溜达，我给你黄压出来，给你黄压爆了，给我骂乐了。当时给我气的吧，嗨，3姐来！一句话，拿捏，麻了，哥们蒙圈。我一看这意思，给拿住了，加一块16秒。彻底拿捏，你哥们电动车上，哥，赖我，错了，临走给我带了200块钱，吃的都给我了，200块钱一份麻辣香锅，没有米饭，真的，谁欺负你们，对吧？哪个领导、老板压榨你、剥削你，到这儿不让你下班，让你加班做那个愚蠢的 PPT， 一个领导就说PPT 是吧？3姐来！吓死他！谁敢麻烦你？谁敢让你做 PPT？ 那全舔了。领导还得琢磨3姐是谁呀？3姐，对吧？这我爸跟我说的，人的心脏，手掌心这么大个儿，能装多少事儿？这屋有一位算一位，都有愁事儿，我还有愁事儿呢。刚来上海过安检，查我4回，没让我进。该释放就释放，该爆发就爆发，去他地！梭哈！谢谢各位。谢谢多子轩，喜欢多子轩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其实多爷这一段在线下巨炸，他是不是经常在北方演，在南方感觉有点水土不服。谢谢多子轩，为啥选择了挑战付航啊？都哥们儿，没事儿。我跟多子轩之前很早就认识，我们一直在北京演线下。多老师呢，今天所表演，就是他所有的呈现和表演都比他在日常线下里收了80%到70%，他今天只展示了20%。
他平常的演出是那种动作要比现在大好多倍，完了之后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今天可能是第一次上综艺节目，稍微有点收敛。谢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所收敛呢？因为比较紧张，也比较紧张。对，的确是紧张，第一次。因为我看你演着，其实你会习惯性的往后退2步啊。对，因为我离得太前面，我容易吓着观众，我怕他们害怕。其实大家听他这个表演的方式或者口风，其实咱们就是北派喜剧吧。我这提出一疑问啊，就什么叫北派喜剧呢？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就是北方嘛，就京津冀东北一带。我希望把这帮好的演员呢，但是南北方语言有差异，确实有差异可能是有多少有一点水土不服。对。下次放点出来吧。不能看出来，其实能看出来，这个要是放开了是什么样。是，而且就是功力有多深，大概能看出来。是。一站在那儿，那点东西啊，其实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台上有过力量的，而且就自己的特点非常明显，我觉得这一点我就非常喜欢，就是你一看就是能记住。但我估计唯独可能忘了的是付航，就小时候我这么一看都北京人，小时候扇你大逼斗那个，一看有可能是他。因为您溜溜达达的，其实那个不会让我们觉得会害怕的。就是你会给一种很悠哉的感觉在上面，然后你再多出来点，说不定那个是你最舒适的状态。那我们请多子轩先到休息区，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是很多观众都非常期待他今年的演出，因为他一直有一双发现丑的眼睛，而今天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掌声有请金博。此时此刻，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没错，今天我就是本场的最后一个演员。大家好，我叫辛博，你们好。我觉得这一年过得特别快，比赛之前我就偷偷结了个婚啊，就结了个婚，备婚过程很漫长嘛，一直在控制体重，大概减了有小40斤。因为要拍那个婚纱照，我对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说你要瘦不下来呀，照片里边的人也不是不能换。但说实话，我觉得打工人很难减肥。下了班出了地铁口，一路上诱惑太大，咱也不知道那肉夹馍有什么好吃的，那么多人排队，让我来审判你。确实好吃，再来一个，2审，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肉夹馍。就算你能忍住，也架不住有一堆亲戚劝你喝奶茶。爷爷、阿姨，喝吧，这都俺妈亲手做的。我说行吧，就喝一点点。出去吃饭一般都是我对象点菜，菜很能点，但不太能吃，眼睛大嘴小，属猫头鹰的。现在的叫属嗷的。最怕就是吃我们家乡菜东北菜。我接了个电话回来，菜已经点好了8个菜，东北菜8个菜，相当于本帮菜24个菜。我大惊失色，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说还有其他男朋友来吗？我还没开始，他就吃完了。每个菜夹那么1、2口，指着堆剩菜跟我说：“你别浪费啊！”今天我就是饱饭硬吃啊。出门前都嚼2片健胃消食片，热身。刷那种短剧重生的，问我下辈子如果重生了想当啥？我说想给你当牛做马。牛有4个胃，马是直肠子，边吃边拉。尝试着通过运动减肥，办了一张健身卡，去了2次，1次办卡，1次退卡。
健身房唯一一个我能坚持下来的器械就是秤。练秤瘦得特快，你调整一下站姿就能瘦1斤。但是说实话，健身房的秤都不准，因为不能脱光了称。要净重得先净身。我们家有2秤，都是小米的，一个小米1代称我是77公斤，小米2代称我是80公斤。我还是更相信以前的雷军。还是喜欢有氧嘛，就自己跑步。刚开始配速很慢，经常会受到智能穿戴设备的羞辱。我这边正拼尽全力呢，他问我：“你已经停止训练了吗？”自动把我的运动类型归为了徒步。为了提高配速，我就骑车跑步，很容易超速。我对象减了25斤。值得这称吧？我觉得一个女孩减肥要比男生多付出很多，不光要节食，要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买瑜伽裤。这玩意儿有啥好的？不就是秋裤外穿吗？有幸我偷穿过一次，贼翘，卡戴珊也就那么回事儿。你这往上一提呀，我就发出2声呱呱，对着镜子我都看乐了。我说这谁能不喜欢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有点贵是吧？跟我说你不懂这个好，这个穿了之后无感。我说不穿也，不穿还能流感。官网上最贵的一条已经涨到1080了。我说这咱必须得买。这穿上之后屁股就是1080P。不过说实话，性价比很高，1年4季都能穿。冬天我问他不冷吗？说这可厚了。夏天我问他不热吗？这可薄了。运动只是辅助，核心还是管住嘴。决定6点之后不吃任何东西，一般会坚持到11点左右，放弃。2个人反复重复同一句话：你要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最后决定各退一步，我陪他吃螺蛳粉，他陪我吃螺蛳粉。没错，就点1碗，这样可以通过护食来控制对方的食物摄入。异口同声的对对方说：“你少吃2口吧啊。”汤都喝了，腐竹没吃，腐竹热量太高。我们在减肥，在这儿我要给所有的螺蛳粉店家提一点忠告：花生米呀，数量得是偶数。管不住嘴赖谁呀？都怪淘宝闪购，给我发那么多红包优惠。本来下了单也犹豫，刚要点取消，已经送到了，送太快了，跟预计时间不一样啊。后悔都来不及后悔，也不能总吃，就早点睡，睡着了就不饿了，但是饿的睡不着，一关灯4个眼就发绿了，猫都绕着我俩走。他问我猫啥味儿，我说你要是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我们说的是猫粮，越想睡越睡不着，就躺在床上幻吃。婚礼结束当晚，我就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吃回来。什么热量高我吃什么，我要喝普通可乐，加糖，喝糖的饱和溶液。我要吃炸串蘸地沟油。我要点50个外卖，让外卖小哥排队来闹洞房。减肥太难了，就这一次，以后我俩再也不结婚了。谢谢大家，我辛博。谢谢辛博，喜欢辛博今天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辛博，先道一声新婚快乐啊！谢谢您。哎，那这节目这个准备跟这个婚礼什么的，互相之间有冲突吗？
没啥太大冲突，就是基本连轴转了，结完婚度完蜜月，然后就来节目了。还行，还度了蜜月了，度了没太耽误太多事儿。对对对，我感觉确实那整个精神状态变好了哈。我去年对您印象最深的是您那个表演感，就是哎对，然后今年一看哎，可能是因为讲自己家里这点事儿就特别松。啊，特别的哎，娓娓道来把这事儿讲明。是您在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吗？还是说怎么了？其实也很紧张，因为面对付航也好，多也好，也非常紧张。但是还是因为你线下演的数量多了之后，你可以压制一下自己内心的这种紧张，还是非常的忐忑的啊。祝您新婚快乐！好嘞，好嘞，回头的话转点账过来就行了。这不给你随份子了吗？好嘞，谢谢。我觉得辛博特别勇，因为上一集我记得你就一直在和付航说，你说我们俩什么时候能来一场，然后追到了今年。其实你们俩的风格差别挺大的，可能你未必知道那个结果一定是 OK 的，但是你还是会很在乎这个过程吧。我反正就觉得你性格里有很刚的一面。我觉得一年只有一次跟付航同台的机会，我不可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我虽然知道这篇稿可能它不是我特别擅长使情绪的稿子，但我依然我觉得在第一轮趁着他还在的时候，是吧？我就跟他一起表演一下啊。但你这个挺有共鸣的，我觉得你应该也有吧。咱俩都属于需要减肥的人，是，而且是属于那种，但我觉得咱都是属于那种，就食欲还挺旺盛。你旺盛吗？是旺盛，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就尤其越到深夜的时候，掏起这手机，也不知道它这大数据怎么这么损，对你白天根本刷不着啊，晚上全是这些个，但是看完这也能解馋。辛博刚才说的好多细节，我就会觉得，哎呦，我也干过，哎呦，我也干过，好多瞬间是这种感受。这么一看，鲁豫老师一点生活都没有。是。此处我不配说话，因为我老刷那个小某书，婚礼前后他不断的给我推送你的相关的内容，所以你的全过程其实我在线上有参与。脱口秀很奇妙一点就是每个人以自己的视角看同样的世界，然后看到不同的世界。你看关于整个准备婚礼的过程，那年小鹿讲过，然后你又讲，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这就很奇妙。同样的过程可能不同的心绪。对，而且我发现辛博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发音吐字非常清晰。这是个很美妙的一个视听的享受，恭喜辛博！谢谢陆毅老师。这一篇稿子看上去好像在吐槽，其实里边包含着我觉得是满满的善意和爱意，这也是我们俩生活里的每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会对对方说：“你要是想吃，我可以陪你吃。”我们俩在一起的年头很长，结婚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新郎王辛博，欢迎大家到场来见证我们的婚礼。因为我们俩风风雨雨很多年了，其实是一个相互托举的过程。他天然的会相信一切，我天然去怀疑一切。好漂亮啊，宝贝！但是他也会用他的身上散发的阳光来照射一下我，告诉我世界也挺美好的。我们希望的就是一切不要改变。在场的喜剧人都知道你可太难接了，但就在刚刚我变卦了，就是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一定会像今天一样稳稳地接住你。我们先看一下魔王的得票情况，请看大屏幕。213，这个分数很难超过啊。其实我们现场满分只有220分。多子轩和辛博中是不是有人能够超越付航的分数呢？请看大屏幕。分数是可以的。197很高。152、191，那按照规则，魔王付航守护他的金牌成功。守住了。第一次有魔王赢了，西单历史上第一个赢的魔王。而多子轩和辛博要暂时前往待定区。他的专场叫《江湖儿女》，
绝对就值回票价，这都完全值回票价，绝对是线下之王级别来的。这回我来，我为啥我挺开心的？就学习嘛，学习，然后这个快乐，然后还认识一帮好朋友，确实紧张了。咱也不要找原因，你不行就是不行，这得认，爷们儿，得认。咱是老爷们儿，咱就回去慢慢改。然后呢，哪儿不行，那就去弥补自己的地方不足就好了呗。多子轩的性格就是那种，一下我要不然就不挑战，挑战我就一定要挑到底。其实他就按他线下那么演就很好。辛博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他一又不胆怯，第二他永远讲自己想讲的东西。辛博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妙的写手，而且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那恭喜付航守护金牌成功，在后面可以复活一位演员。哇，拿到金牌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可以让一个脱口秀的朋友们回到这个舞台，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因为很多脱口秀演员他们就是来到综艺舞台上面，今天我说了，比如说多子轩，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所以说有一些水土不服。但是见过他们那些精彩瞬间和流星划过的我呢，我就觉得，哎呀，他们要是有第二次机会就好了，要不然还要等1年。结果，咱们这个赛制又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这节目打了3季了，这是第一个首类成功的魔王。以往的魔王，别管我们谁，都被新朋友打下来了，也挺不容易的。最后，我们也跟4位老友再问一句：整个上半场有哪些朋友是印象很深刻的、最喜欢的朋友不？反正非常都很精彩，都很漂亮。然后真的魔王挑战赛这节目这是第3季了，第1次有魔王赢，是咱多丢人，你说真是厉害，还是宝刀未老，当然人也没老，还得是你。我现在挺紧张，是吧？对，就是希望这个各位选手们不要因为付航他守住了，就对这个环节产生紧张感。有的人还是很好打的，希望大家还是有信心啊！祝福大家。真的今天很开心，我感觉看到大家这么多很独特的风格，而且像多多，就是这种巨大的成长。林简琪特别鬼马的风格又超出了你的想象，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会经常有那种悲伤感，因为感觉好像自己也会遇到那种创作的一个平稳的时期。哦，是吗？你看人家专业脱口秀演员就是悲伤感，我就很庆幸，还好生得早，赶上了好时代。对，但是我今天看完还是觉得很受启发，就觉得喜剧创作的空间还是那么多，我们还可以继续去探索，会觉得很激动。因为我确实来了3季了，你说按理说这一季应该。大伙儿这个老选手都知道什么样的，一般来我们都喜欢看新人嘛。哎呀，这个还能有新的选手涌现吗？哎，没想到不知道怎么翻兜，你说哎找来找去一倒，哎倒出一号来，是吧？你看哎觉得还这么成熟这么好的一个演员，是吧？那找来找去又找着一个这徐不气是吧？你看整个这个风格什么的，在这舞台上他有一种莫名的契合感，你说他好像又不像我们之前这3年看的脱口秀，他好像哎又让我们心里特别舒服。我觉得这个下午让我觉得还挺意想不到的。我就觉得不同的风格都有，然后我期待着的也都还同样的好，无论是王悦还是大宅，还是我最喜欢的林简琪，还是会给我们惊喜，这真的挺难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很享受。尤其这些演员其实压力更大，就是我已经张开嘴咧开嘴，我等好了，你没满足我，其实我的视线在这儿呢，你到了这儿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一次好像那么好啊。但是没事儿，我说的还是那个，就是大家能放松心态，一松下来我觉得就一下能好很多。今天看到了真的是一下子这半场其实就是各个什么川菜鲁菜粤菜什么各种都端上来了，那希望后边能够看到更多精彩的表演。罗玥老师作为这2周看过最多脱口秀表演的人，我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很少有机会感受到燃，但脱口秀和脱口秀的舞台就特别的燃，好像我所有的情绪可以在这个舞台特别妥帖的得到安放，没有人会嘲笑你，那种感觉特别的美好。所以我想谢谢每一位脱口秀演员，脱口秀开始的那一天才是我们夏天真正开始的时候。
谢谢刘瑜老师，也借您的话，谢谢所有的为我们演出的演员，也谢谢在场的观众，谢谢你们。我们恭喜本场晋级的5位，也感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新人强势来袭，老将惊喜升级。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强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用喜剧点燃这个夏天。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点评活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爆梗。喜剧之王单口季线下巡演即将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了解更多喜单巡演信息。欢迎各位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1赛段盲盒抢金赛比赛继续。这3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无外乎就那些：3年原生家庭，2年女性主义，1年中专学历。不出意外，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如果你认识一个女生穿金戴银，你就要离她远一点，因为这种女生养不起。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老人说的对，黄金确实能辟邪。其实我是一名贝斯手，乐队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人。怎么说呢？我们乐队现在就在演出。我们听一下吧。这音乐太棒了！你总不能班级4、50个全是地中海吧？班级4、50个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老师就在中间一站，被地中海包围了。老师是意大利。几位，你们原来留过那种贼叛逆的发型吗？你的好精彩啊！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有请王建国、李雪琴。我们的组合就叫你这是个名儿。破折号，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有没有朋友会发起挑战呢？盲盒金牌挑战赛，没有想到这么激烈，这么精彩。哇，这么多人，怎么有这么新的内容？攒得很好的东西在这里绽放，我就觉得哇，就是砰砰砰砰砰又开始放烟花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听懂掌声。每周1 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享真奇印花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周不忧不要 job 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